近期数据显示，中国对俄罗斯的视频游戏机及相关配件出口额呈现显著增长。日本放送协会的一项分析指出，这一反常现象引发了外界的警惕。有专家对此表示担忧，认为这些游戏设备的操控手柄可能被改装用于军事无人机的操作。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尤其是在俄罗斯正大幅提升无人机产量的背景下，军民两用技术的界定与管控问题再次浮现。根据 NHK 对中国海关数据的梳理，2024年中国对俄出口的游戏机、控制器及配件总额已超过9500万美元，这一数字是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支出的近7倍。这一数据上的跃升很难仅仅用民用市场的需求增长来解释，特别是在俄罗斯经济受到国际制裁的情况下。乌克兰智库基辅经济大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奥莱娜·比洛乌索娃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出口的操控手柄很可能被军事化，用于操作无人机。他的担忧不无道理。现代军事无人机，特别是自杀式无人机等小型侦察和攻击型无人机，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易用性，确实常采用民用级别的遥控技术。其中游戏手柄因其成熟的设计、人体工程学以及相对低廉的价格，成为潜在的替代品。俄罗斯方面此前已公开表示将大幅提高无人机产量。俄罗斯总统普京曾透露，2024年俄罗斯计划生产超过150万架无人机，这一数字是2023年的10倍以上。在战争消耗巨大、对无人机需求井喷的情况下，俄方寻求一切可能的渠道获取相关技术和零部件，包括对民用设备的改装利用是可以预见的。面对外界的疑虑，中国外交部在回应 NHK 采访时重申，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中立，从未向冲突方提供致命性武器，并对军民两用物资实行严格管理。然而，对于是否针对游戏机等非致命但可能被改装的商品采取出口管制措施，中方并未给出明确答复。我的观点，中国对俄游戏机出口的激增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用途担忧，折射出当前国际关系和技术扩散领域的复杂性。从我来看，这个问题至少包含以下几个层面的考量。首先，军民两用技术的界定和管控是全球性难题。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民用技术可以被应用于军事目的，游戏机手柄用于操控无人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给传统的出口管制带来了巨大挑战。如何精准识别和有效管控那些看似无害却可能被军用化的商品，需要国际社会更广泛的合作和更精密的机制。中国作为重要的制造业大国，其在两用物资出口管理上的实践和透明度无疑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审视。其次，数据上的异常增长本身就值得警惕。即使排除所有军事用途的可能性，如此大规模的民用商品出口增长，在遭受制裁的俄罗斯经济环境下也显得不太寻常。这可能暗示存在规避制裁的贸易活动，或是其他非市场因素的影响。对这些异常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和调查是必要的。第三，中国的回应虽然符合其一贯的官方口径，但在细节上仍有待阐明。强调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资是原则性表态，但具体到游戏机这类商品的出口政策，以及如何确保其不被转作军事用途，需要更具操作性的说明。在当前敏感时期，任何可能被解读为支持冲突一方的行为，都会引发国际社会的关切。最后，地缘政治背景下的信任确实加剧了担忧。在俄乌冲突持续、大国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任何与军事相关的贸易活动都容易被放大和解读。即便中国政府声称严格遵守国际法和相关规定，但只要存在模糊地带或潜在风险，在缺乏互信的情况下，担忧就难以消除。总而言之，中国对俄游戏机出口激增现象不仅仅是一个贸易数据问题，更是一个牵涉到军民两用技术管控、国际制裁有效性、国家立场透明度以及地缘政治互信的复杂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中国采取更加清晰和可验证的措施，同时也需要国际社会共同探讨
如何在快速发展的技术背景下，更有效地管理两用物品的跨境流动，防止其被用于破坏地区稳定和国际和平。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记得留言告诉我。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胖僧，谢谢大家。